我相信有很多甚至在看影片的你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困扰，那就是新款的 MacBook 它有太多的 USB-C 的插口，可是就是没有普通的 USB 插口。如果买一个外接的 USB 插口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嫌弃它浪费位置，或者是不好看，或者是弄到你的桌面很乱。我的桌子就这么大而已，所以我已经很尽量的摆设了，你看还是没有办法，有些东西就是要放在上面。那么呢，接下来这个影片将会提供你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申浩，一个还蛮喜欢研究 Apple 产品的老百姓。今天呢，我想介绍一个隐形的 USB-C 插口给你。这个是我用过后呢，觉得还行的，就是这个。开玩笑啊。在还没开始之前呢，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。申浩 TV 呢会一直更新关于 MacBook、macOS 或者是 iPhone 的使用小技巧。如果你对这一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呢，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申浩 TV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这一个呢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隐形的 USB-C 插口。你可以看，它大概是这样子，就是跟我们普通的 adapter 一样大小，也有大一点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你一定要吐槽我说开玩笑，这个这么大个，讲说隐形呢？不过让我先把它的特点说出来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它叫做隐形的 USB-C 插口了。当然，在这个影片呢，我除了会跟你分享它的特点之外呢，我还会跟你分享就是什么人适合用它，什么人不太适合用它。首先，关于它的特点呢，我们就先看看它的构造哦。它的构造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它前面是有 USB-C 的插口、HDMI 的插口和普通 USB 的插口，而它最厉害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里面，它里面是空心的。所以我们要如何正确的使用它呢？其实就是要把我们这个 adapter 插进去里面就可以了。首先要打开来，然后把它插进去。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洞是 for 这一个的 USB-C 的插口，所以我们插进去过后，然后再把这个东西盖回去。听到大一声就算是正确了，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哦。这样呢就可以达到一个隐形的效果了。当然你也可以在不插电的时候使用它，不过我会觉得不太好看啊。我相信你在看完以上的介绍过后，你应该心里就有一个想象，就什么人适合它了。根据我个人的分析哦，我就觉得通常都可以一直插电的人会适合它，不喜欢桌面烂成一堆的人也适合它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个 adapter 或者是碰到这个 adapter 的人。因为我个人是觉得，如果看不到碰不到的话，他要给它拿掉就没有了。那么不适合它的人呢，就完全跟上面适合它的人完全相反。这些人呢，就是不能够一直插电，也不能够随时随地看到它或者碰到它，以及不在乎这个桌面到底整不整齐的人哦。而我这边发现到，就是特别在餐厅或者是在咖啡厅的人呢，不太适合它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东西会不会给不熟悉的人拿走。如果我漏掉什么要点的话呢，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以上呢就是我和你分享的这个隐形的 USB-C 外接插口哦。如果你对这个隐形的 USB-C 外接插口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点击我放在下方的链接和复制我给你的那个 promo code， 因为通过那个 promo code 而在他们的官方网页买的话呢，你可以得到 discount 哦。好啦，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，欢迎你给我个赞，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这一集影片的感想。当然，如果你对 MacBook、macOS 或者是 iPhone 的资讯感兴趣的话呢，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申浩 TV。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或者是apps，或者是你在使用 Mac 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，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哦。我是申浩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，See you。